俄最大弹药库爆炸，损失超10万吨弹药。圣彼得堡仓库突发大火，乌军首架预警机参战。海王星导弹突袭克里米亚。乌克兰拒绝美国和平计划，伦敦和平会议降级。俄罗斯宣布特别军事行动结束。普京态度为什么180度转变，表示愿意和谈。英法联军展开抗俄训练。爱沙尼亚在与俄边境修建新军事基地。精彩内容马上开始。这样的声音真是美妙，因为这是俄罗斯国防部导弹火炮总局第51兵工厂弹药库爆炸的声音。据今日俄罗斯报道，位于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地区的俄罗斯国防部导弹火炮总局第51工厂弹药库发生一连串爆炸。据乌克兰军事报报道，俄第51兵工厂弹药库占地约 3.5 平方公里，可储存约 27.4 万吨的弹药，是俄罗斯最大的弹药库之一。在爆炸发生时，仓库里藏有 10.5 万吨弹药，而被摧毁的弹药包括 S-300 防空导弹、FAB 滑翔制导炸弹、多管火箭炮弹药、BMP-2 步兵战车弹药，以及步兵反坦克导弹和反装甲火箭弹弹药等。爆炸发生后，有大量救护车赶往第51火箭炮兵总局弹药库，当地紧急服务部门也警告民众不要进入该地区。目前已有1个军事单位、7个定居点和12个度假村被疏散。而爆炸造成的冲击波，除了造成附近房屋受损外，另有4人受伤。奇怪的是，当地距俄乌边境约530公里，在乌克兰的武器投放射程之内。但俄罗斯国防部并不指控乌克兰，而是声称爆炸是由于工作人员操作失误造成的。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已下令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此事。乌方则既没有承认，也没有否认。相关军事专家认为，很有可能是乌情报总局下属游牧者军团所为。但无论此次爆炸是俄军失误操作造成，还是乌军的成功打击，对俄罗斯来说都是个巨大的损失。俄军弹药不是无限量的，如果俄军1个月爆一个这样的大型弹药库，那其在前线的攻势会立刻停止。回顾最近几个月，俄罗斯大型弹药库就频繁遇袭爆炸。如2024年9月18日，乌军 F-16袭击了俄罗斯特维尔州的第107兵工厂弹药库，导致数千吨俄弹药殉爆。同月21日，乌军又连续摧毁了俄罗斯第23兵工厂和第719炮兵弹药基地，严重削弱了俄军远程打击能力和前线俄军的炮兵火力。2024年10月9日和11月19日，乌军又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用于储存朝鲜导弹的第67集团军弹药库。到了今年1月29日，特维尔州的俄军第23集团军武器弹药库再度遇袭，俄军损失惨重。再加上这次的爆炸事件以及平时对俄军需仓库的袭击，如4月23日凌晨，乌军无人机横跨1200公里，重创了圣彼得堡一座占地500平方的俄军事物资仓库。火力军可以负责任地说，若乌军能继续保持，获胜的一定是乌克兰。哪怕实现停火，只要乌克兰不投降，还保持现在规模军队数量，俄乌前线上千公里的接触线将拖垮俄罗斯。与此同时，乌军首架预警机参战。据路透社报道，瑞典援助乌克兰的首架萨博340空中预警机正式参战，其从基辅高调飞往了西部利沃夫市。此事件对外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，那就是欧洲正在接管俄乌战场的通信和情报系统，以免美国再次掐断情报支持。我们知道，预警机的主要任务是空中探测和指挥。由于价格昂贵，全球装备预警机的国家仅24个，能够制造预警机的国家更是只有5个，其中瑞典就是其中之一。那萨博340参战后对乌克兰有哪些帮助呢？瑞典的萨博预警机配备有先进的相控阵雷达和指挥控制数据链，具备强大的目标探测、态势感知和战场管理能力，探测距离达400公里，能够同时探测和追踪300个空中目标，指挥18架战机进行联合作战。与苏系预警机相比，其优势在于：一，能在300公里外高空和中空发现苏57、苏 35S、苏 30SM 等战机。苏系战机和机载雷达探测距离一般只有80公里。二，与傻大粗的俄系装备不同，瑞典崇尚精致高效，因此其预警机个头更小，部署更灵活，兼容性也更高。
能与北约 F-16、幻象、台风、阵风等战机联网作战，从而形成完整作战体系，几乎完爆俄军的 A-50U 预警机。放在乌军手里，其可凭借萨博预警机先进的 S 波段雷达，引导到手的 F-16和幻象2000，共同完成空中目标拦截、超视距空战以及对地攻击等多项任务，进一步增加乌克兰空军的战力和制空权。据悉，到了今年下半年，乌军的 F-16数量将达到80架，加上法国援助的幻象，其将拥有4个北约战机联队。据开源情报报道，4月23日夜间，乌军发射海王星导弹袭击了克里米亚东南岸费奥多西亚港口，随即当地传出数起巨响，并伴有明显的火光。俄媒则声称其防空系统精确拦截了导弹，并强调没有造成任何破坏，但未提供具体的信息，因此详细的战况有待卫星数据更新再做解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也是克里米亚3天内遭受的第2次攻击。早些时候有报道称，乌军还向此地发射了10枚暴风鹰导弹，只是该消息没有得到进一步证实。但乌军对克里米亚重启打击的信号已十分明显。至于原因，其一，这很可能与近来德国表示要援助金牛座导弹有关，因为这是一款攻击克什大桥的利器，基辅方面可能是在提前做部署。其二，克里米亚的战斗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前线的走向，毕竟这里是俄军重要的后勤基地，尽管在乌军的持续打击下，它的作用正逐渐降低，但作为连接前后俄军的通道，以及莫斯科占领该地的一大象征，克什大桥将会一直在乌军的名单上。如2022年的10月8日，乌克兰安全局就曾用一辆自爆卡车对克什大桥造成了重创，导致克里米亚中断了交通。乌克兰安全局局长瓦西里·马柳克还表示，俄方之后斥资80亿美元来维修克什大桥，并在周围部署了严密的防御系统。不过乌军还是通过密集的无人机和无人艇联合袭击，数次将其重击。其三，乌军重启对克里米亚打击是与特朗普的和平计划有关。每日电讯报称，美国提出的和平计划包括：一、乌克兰和俄罗斯立即停火，开始直接会谈；二、乌克兰拒绝加入北约，并拒绝进一步融入欧洲；三、承认克里米亚乌东4州部分领土为俄罗斯领土；四、美乌签署矿产协议；五、美国解除对俄罗斯的所有制裁等等。特朗普没有给乌克兰任何援助，还准备拿走乌克兰资源，逼迫乌克兰承认失去的领土归属俄罗斯。这个计划毫无意外遭到了乌克兰的拒绝。据《华盛顿邮报》报道，泽连斯基对美国的和平计划进行了全面否决。泽连斯基表示，俄乌谈判只有在俄罗斯全面停火后才有可能进行。同时，泽连斯基强调，一旦停火协议达成，乌克兰愿意以任何形式与俄罗斯进行谈判，但绝不会承认克里米亚的归属，这在宪法上是不允许的。此外，泽连斯基还表示，关于是否加入北约，只有北约组织才有权决定谁加入，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权否决。而且矿产协议尚未签署，目前磋商仍在进行中。最后，泽连斯基总结说，愿意在特朗普访问梵蒂冈期间与他会面，再进行谈判。同样拒绝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的还有欧洲。欧洲外交和安全政策负责人卡拉斯批评了美国对克里米亚的立场，称此举会助长俄军的入侵行动。同时他表示，欧盟永远不会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，且美国没有使用所有可用的手段向俄罗斯施压。如此看来，特朗普的和平计划这次可能真的要烂尾了，美国不得不考虑退出调停俄乌停火。而受乌克兰拒绝特朗普和平计划影响，伦敦的5国外长会谈被推迟。据法新社报道，美国、乌克兰和欧洲官员原定于4月23日在伦敦举行新一轮部长级会谈，试图为乌克兰冲突找到出口，但由于乌克兰明确拒绝承认克里米亚为俄罗斯领土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拒绝出席乌方谈判。随后，英国外交部宣布此轮外长会谈被推迟，但顾问之间的讨论将继续进行。如据乌克兰多家媒体报道，乌克兰代表团成功会见了美国乌克兰特使凯洛格，随后均表示会谈是积极的。虽然不知道美乌关系是否还会有转机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美乌对特朗普的和平协议存在巨大分歧，特朗普本周达成和平协议的愿望可能实现不了了。Next A 新闻援引乌总参谋部的报告称，俄军计划在5月9日之前突破第聂伯罗地区，从而宣布特别军事行动胜利结束。
但紧接着俄方将在乌克兰境内展开所谓的反恐行动，相当于换一种形式继续战争。乌克兰方面表示，这一消息得到了前线指挥官的证实，而且被俘虏的俄军也这么说。如乌方消息称，俄军正继续向南部的扎波罗热地区增兵，其在21日出动了40辆坦克、装甲车，又于次日派出了近30辆装甲设备，向乌军阵地发起冲锋，与乌克兰阿尔滕特种部队交战3个多小时，被打掉17辆装甲车后，暂时退出了战场。又或是不久前，俄军6到8艘军舰驶进黑海水域，这是自黑海舰队撤离后，俄方在此地展开的最大规模行动之一。目前乌克兰方面已提高了警备等级。截至目前，莫斯科尚未回应特别军事行动转为反恐行动一事。而俄罗斯之所以选择5月9日这个日期，是因为这一天是2战的胜利日。接下来火力军会进行实时观察，看看俄军还能发起什么样的行动。至于普京对和谈的态度，其来了个180度大转变，居然表示愿意以当前战线结束战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综合战争研究所和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，普京愿意以当前的战线与乌克兰进行双边会谈来结束乌克兰战争。要知道，一直以来俄方都以泽连斯基总统身份不合法为由拒绝与基辅谈判，但如今却表示愿意谈判，这是为什么？普京同意谈判，除了快彻底占领乌东4州外，主要原因有以下3点：其一是为了避免特朗普主导的和平计划彻底走进死胡同，毕竟特朗普的和平计划对俄罗斯很有利。在乌克兰公开拒绝特朗普的和平计划后，若是俄罗斯也拒绝，特朗普和平计划就真的结束了。其二，俄罗斯兵源枯竭，劳动力短缺。据统计，2024年俄军伤亡43万人，如今伤亡总数94万人。若今年结束后，俄军再损失40万人，这绝对是其无法承受的。而且，据俄军事博主披露的信息显示，2024年以来，俄罗斯内部厌战情绪高涨，光是俄军逃兵案件，官方记录就激增超过5万起，其中俄南部军区以22577例居首，未结案率达53%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有些俄军逃兵案件被掩盖为失踪，用以隐瞒战场损失。大量逃兵案件凸显出俄军内部士气颓废与管理危机。此外，战争研究所报道称，如今俄罗斯劳动力短缺，已经开始进一步深化与朝鲜合作，开始扩大照片朝鲜公民范围。如据梁赞州新闻媒体2月15日的报道，该州已有超过100名朝鲜女性签署了一份为期3年的合同。俄罗斯官方数据也显示，2024年进入俄罗斯的朝鲜人数量是2023年的12倍，达到了13221人，其中7887名朝鲜人通过学生签证进入俄罗斯。其三，俄罗斯装甲产量伴随战争的持续进行，已经无法全力爆发，产能有些跟不上了。据悉，2024年俄军损失了9000辆装甲车、3000余辆坦克，而乌拉尔机械厂坦克年产量不足200辆。与此同时，俄罗斯的炮弹产能也跟不上。俄罗斯炮弹月产量38万发，但月消耗量却高达130万发。如今其70%炮弹弹药依赖朝鲜，但这种情况到2025年下半年时，朝鲜炮弹也会枯竭。而且这还仅仅是战术层面，战役层面上，俄罗斯国内经济随时都有崩盘的可能。综上所述，普京因此才会同意谈判。不过，对于普京愿意和谈，欧洲方面并不感冒，并引起了警觉。战争研究所援引欧洲官员的话表示，普京此举可能是在利用这一点来引诱特朗普接受俄罗斯的其他要求，并将这些要求作为既成事实强加给乌克兰。如俄罗斯一直强调的让乌克兰保持中立、实现非军事化，以及要求泽连斯基下台等。在行动上，据法新社4月23日报道，法国外籍军团和英国士兵参考俄乌战争中的城市巷战经验，已开始在法国东北部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进行训练。又或是据自由欧洲电台报道，爱沙尼亚国防军总参谋长瓦胡尔·卡鲁斯少将4月23日宣布，爱沙尼亚国防部计划在与俄罗斯接壤的纳瓦尔城市修建新军事基地。据他介绍，在基地修建完毕后，将会有一支由200至250人组成的部队驻扎，部队士兵将由现役军人、应征入伍者和预备役军人组成。此外，为摆脱对美国的依赖，继法国和德国后，英国也开始大幅增加军事预算，提高国防能力。如据《泰晤士报》披露，英国军工企业 BAE 将在全国建立新的工厂，计划把155毫米炮弹的产量提高16倍，
并开始自己生产专门的 RDX 炸药。目前英国的该炸药都是美国和法国进口的。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进一步表示，俄乌战争凸显了建立本土武器供应链的必要性。其他欧洲国家也正向英法德三国学习，大幅提升自身战力。荷兰空军在4月初举行的北约联合演习中，成功让 F-35与荷兰的 Keystone 指挥控制系统进行了情报数据交换。这是美军 F-35首次在非美国的境外地区与他国指挥系统进行加密信息传递，显示双方系统合作无间的作战效能。据悉，在美国空军、洛马公司以及荷兰科研机构 TNA 的协助下，此次演习中的 F-35战机率先发现并识别了地面目标，并将相关情报实时传送至地面 Keystone 指挥系统。随后 Keystone 系统将该情报自动转发给陆军单位，并通过 PULS 火箭炮系统对目标进行打击。从发现目标到成功发射火箭的全程仅花费几分钟的时间，显示出指挥与作战系统之间高效的协作能力。这也是欧洲首次以 F-35战机进行类似的测试，而这项测试凸显了 F-35及地面 C2 软件在未来作战中的重要性，是与盟国合作的重要基石。据中时新闻网报道，五角大楼国防视觉信息发布服务单位主动公开的照片显示，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施耐德上将驾驶的 F-2战机与一架来自夏威夷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的 C-17运输机在夏威夷海域空中汇合执行任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施耐德上将的座机特别在机腹下挂载了增加雷达讯号的卢瑞波透镜，这种装置通常能让隐身战机在飞战时可被民用雷达侦测。同时，施耐德上将这次亲驾 F-2战机，展现美军严格要求高阶军官保持前线作战的能力，即使身为将官，仍然期望他们保持专业的实战能力。经济学人4月16日报道称，特朗普的停火协议正在瓦解，称特朗普所采取的一系列摧毁对乌克兰支持的措施，其效果都不大，特别是美军从波兰热舒夫撤出，减少其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中的存在，对乌克兰征收10%的基本关税，以及不断打压乌克兰等，都被欧洲盟友一一化解，并加强了对乌克兰的援乌力度。于是，经济学人指出，五角大楼官员已联系一个匿名盟国，要求其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，但遭到了该盟国的拒绝。华盛顿的外交官还称，一些特朗普助手私下表示，他们对欧洲加强对乌援助感到厌倦，特朗普迫切希望乌克兰割地投降，这样美国就能趁机控制乌克兰的矿产资源。但欧洲不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，让特朗普的计划落空。4月16日，政治报也报道称，特朗普对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争吵后，在欧洲受到拥抱表示愤怒。4月16日，俄罗斯要求美国允许其在俄乌战争停火后，使用数十亿美元的冻结资产购买波音飞机。相关专家分析认为，这是俄罗斯对美国的新试探性要求，其本意不再用新资金购买波音飞机，而是想让美国解除对俄制裁。如果美国同意这样做，而不是将俄罗斯资产移交给乌克兰作为补偿，那么俄罗斯将不会对俄乌战争做出任何代价，而且也不会有惩罚。俄罗斯已经拿捏了特朗普的心理。此前在沙特的美俄谈判中，俄罗斯直接要求美国解除对俄罗斯银行的制裁，使其重返斯威夫特。美国最终同意，但欧盟拒绝这一要求。如今特朗普想尽快达成停火，俄罗斯就是拿捏了这一点，开始提出各种试探性要求。但最无耻的是，俄外长拉夫罗夫仍表示，俄罗斯从没有请求过谁要求解除制裁，言下之意就是不停火，解除不解除就看你特朗普怎么办了。乌克兰军方通报称，在4月13日，俄军对苏梅州的袭击中，乌军第72炮兵旅旅长尤里·安德烈·奥维奇·尤拉上校不幸遇难。由于俄军方没有透露具体信息，目前暂不清楚尤拉上校是不是俄军导弹攻击的目标，又或者恰好在场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认为克里米亚会成为俄乌双方下一个博弈的大战场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再见。